现在的身后就是在越南的这个西里省啊，隔壁就是胡志明和平阳省，这里到处都是这个中国的工厂。如果46%的关税一旦执行的话，越南这个产业啊，很多都会全军覆没，特别是会让中资企业一回到解放前。这一场关税风暴来得又猛又急，从越南到墨西哥，从电子厂到文具店，全球中资企业和华人商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1策略，现在却成了压力山大的梦魇。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对等关税的雷霆出击是怎么一步步撕破东南亚防线，又让墨西哥成为新的风暴中心，最后直击中国本土经济的命门。越南越来越难了，这句话最近在越南的华商圈里成了口头禅。很多今年初刚进越南设厂的老板直呼欲哭无泪。曾经越南是中国+1策略下的最大受益者，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大量中资企业涌入越南，光是2019年就批了700多个项目，涉及近24亿美元。可这场美国关税的升级战让一切戛然而止。今年4月，美国突然对越南寄出46%的惩罚性关税，直接砸懵了在地中资。虽然后来90天内暂缓加税，降到10%，但这种不确定性已经足以让投资人却步。现在基本是停滞状态，落地设厂投资规模大，一旦投入不可能掉头，所以都不敢轻易冒险。一位在河内经营本土化咨询公司的王先生这么说，他费尽周折签下了多间大陆厂落地的服务合同，有的项目金额高达1亿美元，定金都收了，结果硬生生搁置。更惨的是，有些工厂已经盖了一半，最后只好喊停。这次的税收大棒啊，又会让很多老板车意难眠，特别是经验刚来的，肯定会焦头烂额。也许啊，一部分会面临跌停的局面。很多老板过来3-5天就下决定，就落户了。来的时候斗志昂扬，信心倍倍。那么2-3个月后的今天呢，真的是垂头丧气，满眼疲惫。这一波浪会拍碎多少漂洋过海的船？我的天哪！也会有更多的工厂在后面难以维持。这次对越南出手，不只是打越南，更是针对中国产业链在越南的洗产地操作。货从中国来到越南加工一下，甚至只是过境转个标签，就变成了越南制造，然后出口美国。这种游戏美国早就看穿了。川普2.0时代，不只要封锁中国制造，还要一刀切断绕道渠道，而越南就这样被卷入漩涡中心。为了避免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冲击，越南据报正准备加强打击中国产品在其领土洗产地，以规避美国关税的做法，并强化对出口至中国的军民两用商品的管控。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中国制造在哪里，关税就打到哪里。这等于是针对全球灰色套利洗产地、洗运单产业链的一次性清算。所有幻想可以换包装绕过美国制裁的企业都将无所遁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分析，川普2.0全球贸易战旨在从其他国家拔除中国产业链，进一步围堵中国商品。美越贸易协议存在排除中国产品或出口加工产品这种条款的可能性。
有不少中国厂商把目光转向了墨西哥，因为有美墨加自贸协定，只要把厂设在墨西哥，产品就可以零关税进入美国。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中资对墨投资暴增52%，其中60%集中在制造业。宁波某纺织厂老板对路媒表示，我们在墨西哥的合资厂，利润率反而比直接出口美国高8%。但这样的好日子不知还能持续多久。墨西哥正在持续调整对华贸易政策。2025年初，墨西哥政府宣布对中国占比超过1/3的纺织品加征35%关税，并对无自贸协定国的电商产品征收19%关税，主要针对中国拼多多、阿里巴巴和西音等电商平台。从2024年以来，墨西哥执法部门加大了对于中国进口产品从报关、纳税、销售、雇佣工人等多个环节的稽查，以仿牌、走私等名义收缴了大批中国产品，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产品的进口。去年11月，墨西哥政府突袭查封义乌商贸城，当地一名华商说，商家们如同惊弓之鸟，大家只想赶快逃离风暴中心，有人急着转让店铺，有人打道回国，也有人还在观望局势走向。经贸关系的巨变以及地缘政治的重构，墨西哥不是第一个对华商挥刀的国家，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其实美国还没出手，墨西哥华商圈就已经开始自乱阵脚。菲姐在墨西哥城做文具批发，记得2020年全城才5家华人文具店，4年后暴增到50多家。竞争一来，价格一路跳水，原本卖100比索的商品，现在60都卖不出去，有的商家甚至贴钱清仓。因为不少人从中国赊货，货卖不掉就变成债务雪球。菲姐的营业额从2023年10月起就断崖式下跌，到2024年甚至开始亏本经营。这种极致内卷不仅摧毁了华商自己，也让墨西哥本地商户无法生存，当地政府税收也跟着大减。中国人来的太多了，影响了本地经济。这句话不只是当地商户的怨言，也成了墨西哥政府出重拳的理由之一。美国这场被认为指向中国制造的关税战，对中国本地商家的影响当然也是巨大的。自川普开始发动关税战以来，从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海运量已暴跌80%。义乌小商品城的老板们发现，只有美国的包裹成本暴涨25%，订单量直接腰斩。中美最新贸易协议虽然将关税从145%降至30%，但实质冲击仍在。一位出口环保便当盒的华商 Roger 说，虽然减税幅度达115%，但总税率仍有410%，包含301条款惩罚性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等。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多数美国客户已明确表示无法再合作，要求转移供应链至中国以外地区。瑞银表示，中国输美商品除了30%关税外，一些产品仍需缴纳往年加征的关税，包括钢铁和铝在内一些产品仍面临新关税。这意味着按美国各类商品通常的进口量加权计算，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为44%左右。经济学家表示，鉴于关税水平依然很高，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额势必会大幅下降。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预计，假设关税维持在当前水平，未来12个月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1/3。
中共国家统计局19号公布的最新经济数字显示，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从上月的 7.7% 降到 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5.9% 降到 5.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从 4.2% 降到 4%。这些都说明外部贸易一变，中国经济马上失速。为了应对，5月18号，北京再次高调提出，党政机关要勒紧腰带过紧日子。新版例行节约条例已经出台，从餐饮接待到办公用车全部压缩预算。官媒还点名批评铺张浪费，显然是为下一波财政紧缩铺路。从越南的投资困局到墨西哥的全面封堵，再到中国本土出口订单的崩盘，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关税核爆正改写全球华商的命运，也让中共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所谓的中国+1梦想，在全球去中化的大背景下，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重新审视的路口。你认为中国企业还能去哪里找下一个避风港？全球产业链未来会怎么变？欢迎留言一起讨论。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